南韩宣布戒严，民进党在税上面宣布力挺，非常夸张。早就说赖清德的偶像是蒋公了，绝对没有唬烂哦。韩国这次为什么戒严呢？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要避免韩国的民主制度受到亲朝鲜的反国家势力侵害，要捍卫国家的宪政秩序哦。事实上，这个戒严完全是政治斗争，不是北韩入侵了。原因是因为执政党的国民力量党，也就是保守派，它的代表色是红色。上一个总统是被罢免的朴槿惠，主张是敌对北韩。亲日超级甜美反中亲财阀，尹锡悦的老婆第一夫人叫金建熙，被爆出跟卖官鬻爵、政治掮客有关系，这个极巨大的丑闻。因此，目前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进步派代表色是蓝色，上任总统文在寅主张和解北韩、反日、友华、友美但不甜美、反财阀而亲劳工。他们现任的主席也是国会议员的李在明呢，要发起特别检察法来调查金建熙的案子。但是尹锡悦为了保护他老婆，连3次动用否决权，导致他的民调跌到17%，韩国有史以来的最低。原本今年5月当中，韩国大选就已经让保守派呢史无前例的300席输到只剩108席，几乎要守不住2/3弹劾罢免总统的门槛。现在尹锡悦因为他本身出身是大检察官，所以呢他就让检察官用司法去查前任总统文在寅、现任的反对党主席李在明。可是问题是，最近的一次法院判决中，李在明是无罪释放，因此现在在野党士气大盛，要再发动一次针对金建熙的特别调查。同时间，在国会大砍韩国的预算，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在野党来编执政党的预算，并且几乎把执政党可以动用的资金的部分，通通100%删除哦。所以如果再继续下去，尹锡悦只能再用否决权。那如果是这样，他有可能就会被罢免掉，因为现在南韩的民怨是高到一个不行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尹锡悦才头一铁啊，直接宣布戒严，把所有政敌通通打成北韩同路人、朝共同路人啊，有没有跟台湾既视感很像啊？哈，所以呢，直接抓人来没收选举哦。那现在最后的关键是韩国的军方，因为韩国的军方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他们是有政变传统的。过去朴槿惠的爸爸朴正熙将军就是保守派的，他就是发动军事政变有名的独裁者，他们是敢于对老百姓直接开枪的。所以现在已经进入了韩国的关键时刻，而民进党在这时候宣布力挺，难怪赖清德的偶像是蒋公，他只想戒严台湾，他只想搞独裁。刚刚接到最新消息，韩国国会300席里面190席反对戒严，执政党没有1席敢投票，所以临时动议戒严通过，这是有史以来最大闹剧。看来尹锡悦在任日子不远矣，即将下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南韩宣布紧急戒严令哦，称政府被在野党瘫痪了哈。尹锡悦说啊，全国讲话啊，指政府被在野党瘫痪了，认为戒严令对于捍卫国家宪法至关重要啊。他宣称实施紧急戒严令的目的是剿灭亲北韩势力，维护自由宪法的秩序，将南韩重建为自由民主国家。他要批评啊，国内的反对派控制国会，进行北韩有关的反国家活动，瘫痪政府啊。根据韩联社报道啊，南韩国防部呢正的主要指挥官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并加强警戒啊。根据最新的民调啊，尹锡悦的民调已经跌到了17%了，这就是现在南韩国会的状况。南韩国会总共有300个议席啊，执政党叫国民力量党啊，只剩108席啊。然后呢，在野党呢，共同民主党170席，光他一个党就快要2/3了。所以最近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大韩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2025年的年度预算不是执政党出啊，而是由在野党的国会所组成的预算编审小组所出来的预算案全额通过，然后大幅的删减南韩检察官的很多经费都砍掉了。因为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他过去呢是南韩的检察官出身哦，那这个南韩的检察官就4个字形容他们叫无法无天哦。这里大家认识2个主要的政党，韩国的执政党叫国民力量党，也可以简称国民党，代表色是红色；在野党呢叫共同民主党，也可以简称呢民主党，代表色是蓝色。韩国就分成保守派跟进步派，保守派偏右，朴槿惠、尹锡悦就现在这个党相对反中，
偏向财阀，偏向日本，更偏向美国。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偏向美国。这个就跟台湾一样，他们跟美国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整体来讲，国民力量党就是红色的，强调小政府比较偏向到右派思维就对了。你知道，你右派就右派，但是你右派的财阀的时候，那就不是什么自由了，因为有财阀啊，你又自由，那等于是让财阀统治。所以他们跟财阀的关系千丝万缕。共同民主党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在寅，他现在真正的党首呢叫做李在明，他是尹锡悦非常紧密的政治盟友，都是卢武铉的小老弟然后共同民主党代表色是蓝色。现在的李在明原本没有那么的激进，没有那么强硬可以这么讲但是呢，因为尹锡悦实在是太凶狠了，他搞了很多的事，所以他现在也变得非常强硬好，所以比较亲近底层，左派，反日，非常反日没那么亲美，不敢说亲中，但是至少有华。然后呢，跟北方强调和解，就所谓的阳光政策。所以整个的布局是这样。尹锡悦原本他是特别检察署的检察官以办大案闻名，在韩国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认为他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一个状况。那文在寅其实干得不错，他的民间声望一直非常高，他的民调一直非常好。可是文在寅的执政末期遇上了疫情，导致经济很不好，所以让本来是进步派票仓的年轻人大量流失。那因为保守派在朴槿惠之后呢，状况很差，而且非常想念以前那种军国主义，所以他们吸不到年轻人的票。这个时候呢，尹锡悦就被保守派给拉过去，来担任他们的竞选总统的代表。那因为他过去办大案的角色，所以他有一个跨越的性质，所以呢，就把那一些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给吸过去，最后以非常微幅的票差胜过了当时跟他竞选的，也是现在共同民主党，也就是进步派的李在明，最后当选。所以尹锡悦打从上台以来，他的基础就非常的差，因为整体来讲，韩国的保守派正在往萎缩的方向在走。因为韩国信美信了这么多年他越来越没有办法在信美的当中让他的经济更好，反而是让财阀吸血老百姓吸血的越来越凶。那进步派呢，事实上要不是没遇上疫情的话，进步派的友华政策很大量的推进韩国跟中国的这些合作，推进了跟北韩的和缓，然后呢对日本采取敌对状态。因为韩国跟日本现在产业是高度重叠的，所以韩国日本反而是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反而相对来说进步派这几年在执政的时候，而且一定程度可以压迫大财阀，把一些赚到的钱给吐出来给社会老百姓做一些社会福利，背景是这样。好，那尹锡悦上台之后呢，第一个，韩国的经济更糟糕了，因为你跟中国闹不好嘛，所以你的产业优势又不见，中国也开始抵制韩货，所以呢，作为深度跟中国经济绑定的韩国经济本身不好，美国能给的东西太少，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然后财阀继续的榨干老百姓，所以导致呢底层的生活更难受，这一切是这样子发生的。那尹锡悦最近遇到什么问题呢？因为他的老婆金建熙，她非常贪财，发生了好多起贪腐事件。那最近闹到不可开交的事情是什么呢？韩国呢有一个政治掮客，他专门以做假民调为生，然后因为呢他做假民调做得很出名，所以很多政治人物就把他当政治公关，事实上他在做政治公关这个掮客呢就接受了尹锡悦选总统的委任去操作民调，尹锡悦甚至把他的假民调都放到了他在竞选里面的文宣，放到他的 PPT， 放到他的广告里面。然后呢，果不其然，真的当选了。但当选之前呢，这个掮客很会讲话，有一个传说是这样当然是不是真的我们不敢说了因为这个人现在被调查，所以很多事情就爆出来了。他呢有一次呢跟第一夫人这个金建熙在会面，金夫人突然说：“我做了一个噩梦噩梦是老公尹锡悦带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出入青瓦台。”结果呢，这个掮客听了很高兴，就说：“那个年轻的女子这是夫人您这代表说我们的尹锡悦大统领一定会当选金夫人就非常的高兴，果不其然真的当选了。当选之后呢，在跟金夫人结清款项的时候呢，金夫人呢竟然只给了他很少很少的钱，他就怀恨在心，很生气，就跑去跟尹锡悦讨个说法。那尹锡悦是以怕老婆闻名的，他老婆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是个超级妻奴就对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又发展到另外一个次元境界了。
接下来还是有一系列很多对金夫人的调查，所以在野党啊，在今年呢5月大选大胜之后，就立了一个新的法案，就是针对金夫人收贿这件事情的特别检察调查法。然后尹锡悦用总统否决权把它否掉了，而且一连否了2次，在今天之前呢又否了1次，否了3次，中间还发生在野党的领袖李在明被刺杀的事件，差一点划到主动脉，这个事情也调查的不了了之，到了这么夸张的地步，然后尹锡悦的民调就一路下滑，现在掉到剩 17%。 韩国现在联署要罢免他，是在网络上几百万人说要弹劾他，玩到了这种程度。然后呢，最近因为他发起了李在明的调查他现在在调查李在明，总共让李在明背了4个案子，其中一个案子说李在明对于选民做虚假承诺，所以判刑3个月，缓刑1年，不敢侦判。第二个案子，如果李在明被判刑的话，会直接丧失国会议员的资格。结果没想到李在明在上个礼拜宣判的时候被判无罪，所以李在明瞬间底气就硬起来了。李在明回到了他们的党部之后，就开了一个记者会，就说我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终身之志，要把尹锡悦害司法等等相关事情，我们一定要跟他对抗到底，绝对不妥协不投降。所以李在明就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也就有我刚才所讲的，直接把预算全部砍掉，包括把检察官的预算都给他砍掉，然后把韩国总统很多什么特资费什么都砍掉，而且这是史上第一次由在野党提出的预算在野党通过。那一开始尹锡悦应对这个的时候，他还掉以轻心，他想说那我就发动街头抗议，所以两边就在所有街头发动了大型的抗议现场。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啦，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呢，尹锡悦的政党呢，连数真的是不行啊。反观在野党上街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因为大家快爆炸了，我快气死了。那下一步就是要开始来弹劾尹锡悦，但是因为现在还缺几张票，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弹劾。不过压力是越来越重了。就是在这个当口，在野党第4次下个礼拜要再提一次，要再通过一次，我就看你要否到什么时候。而尹锡悦每用1次总统否决权，他的民调就往下掉。他这次否掉直接又掉了 2%， 他再否一次可能要再掉 2%， 剩 15%。所以现在尹锡悦下个礼拜还要再否，所以我认为已经逼急了，你知道吗？因为只要这个前客的案子，因为现在这个前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后来跟他老婆过从甚密，你知道吗？当然他们之间有没有发生奸情，我应该是没有啦。但是呢，你要知道，回到刚才那个故事，金夫人呢，因为了那个梦境之后，就非常相信这个前客。但这前客去跟尹锡悦讨钱打死不给，金夫人也打死不给，只给他报车马费，所以他就火了。他火了之后呢，他就去质问尹锡悦说：“你到底要不要给钱？”尹锡悦说：“你不会自己去想办法去找钱哦？”突然这个前客被打开了开关，你知道吗？他开始打着他是尹锡悦的顾问的名号，在整个南韩的政界尤其在保守派这边呢，到处都受官职。他呢怎么做呢？他透过跟金夫人的特殊关系，而且他一天到晚跟金夫人吹，他是被大师算过，他是会看风水，他是呢能够洞知未来，他能够算命他是被佛陀开光过的。尹锡悦本人呢是基督教徒，所以他不信这一套。但是呢，金夫人是佛教徒，所以他信这一套。好，所以呢，他就开始在外面到处卖官，卖的官，当然尹锡悦不会直接知道，他就把建议的名单给了金夫人。尹锡悦每天回家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金夫人请示，说这个官要找谁比较好。金夫人就会给他名单，有点像拉斯普京的概念了，有没有？俄罗斯妖僧拉斯普京的概念有没有？然后呢，对卖官鬻爵然后金夫人的这个建议就被尹锡悦采用，这个前客呢就在外面赚得盆满钵满。原本到这里这事情就结束了，可是好笑的事情来了，这个前客呢，因为不愿意。他靠这个赚了很多钱，对不对？但他公司因为接了尹锡悦的案子，但是尹锡悦没给他钱，所以呢没有什么收入。他因为这样，他就不发薪水给他员工了。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员工就不爽，就跑去他之前帮过那个国会议员那边上班，然后这个国会议员就被查了。被查，因为他也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国会议员，所以他选情那么差。结果就查到了他这一个
前客的前员工，前客前员工就把前客给爆出来，借机报复。前客呢就想说，那你乙学院要不要救我？结果乙学院不救他，所以又往前再爆，所以这个事情就一阶接着一阶，然后就爆到现在整个南韩政坛就爆炸了。